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粤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前一支影片，小片我为大家分享了一家上世纪巅峰的公司，甚至被一些股民号称是下一个 UWC， 也是许多观众要求小片我分析的一家公司。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片我将会来为大家分享最近因为大势影响而出现大回调的领域，那就是我们马股的科技领域，并来看看如今是否有反弹的迹象和他们以往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的走势。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这里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荧幕前的你还是新手，不知道要如何入手马股，那就请你来参加扭转乾坤的纵横马股入门班吧。里面将会教大家如何从大势着手，选择出有看头的领域和公司，并教大家入门的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开始你们的投资里程。名额有限，要报名的可以到留言区的链接点击报名哦。如今只需要8令吉80仙就能听到小片我线上为你们讲解马股哦。时间是每逢周六的早上10点。回到正题，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科技股在1月份的期间是遭受到了严重的跌势，也导致投资者们纷纷叫苦连天。那在1月5日至25日期间，Bursa Malaysia Technology Index 大马科技板块指数就已经达到了大约19% 的跌幅。那对于指数来说，19% 是已经属于蛮严重的跌势，所以这一支影片小片我将会来跟大家探讨马来西亚科技股的未来走势，在近期是否有反弹的潜力。那在分析马股科技股的未来走势之前，我们必须先来简单的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次的跌幅。首先，主要是美联储在美国时期的1月25日至26日举办了 FOMC meeting， 而美联储在这一次的会议之前就已经多次放出了鹰派的信号，也就是意味着2022年美联储的加息政策是势在必行，并且也暗示可能大幅度的加息。虽然美联储也暗示应该将在3月份的 FOMC 会议才实行加息，但是市场担忧着美联储可能过于鹰派而提早加息，所以在1月的 FOMC meeting 之前 Nasdaq 就已经开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相信之前有看我们影片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一点。那为什么加息会如此重创科技股呢？原因主要可以分为3个。那第一，就是因为如今许多上市的科技公司都处于大量举债来发展公司业务的阶段当中，甚至当中也有许多比较创新的科技公司仍处于亏损的状态，所以一旦加息，他们的债务成本就会变得沉重，而这会对于公司的营运造成一定的威胁。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在金融市场里 DCF Discounted Cash Flow 是一个投资者蛮常用的股票估值的方法，也就是预估投资一间公司未来可获得的现金流，以此来估算这一家公司的价值。而当美联储加息时，这就会影响科技公司的估值，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估值煞。而关于估值煞，之前也为大家解释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Facebook Live 了解哦。之后第3，就是当美联储加息时，将会导致股票市场产生波动，因而导致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所以一部分的投资者将会更倾向于更稳定的投资，而提早转移资金并放入像是投资债券、bond 和定期存款 fixed deposit 内，而且这些投资的回报率也会因为加息而提升，同时也会有投资者倾向于那些因为加息而受惠的银行业，所以也就是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引发了这一次科技股的回调。那到底这样的回调还会持续多久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案例找出一些端倪，也就是美国上一次连续加息之后 Nasdaq 的反应。那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将会影响其他国家，因此我们拿马股 Bursa Malaysia Technology Index 科技板块的领域走势来与 Nasdaq 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走势是有很强烈的关联性，也就是 Nasdaq 的波动会牵动 Bursa Malaysia Technology Index 的走势，意味着当 Nasdaq 遭遇跌势时，马股科技股也难逃一劫。那现在我们追溯到2018年，也就是美联储最后一次的加息的时期，当年美联储一共加息了4次，小编预测这也将会与今年相似。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Nasdaq 与 Bursa Technology Index 的走势之间有强大的关联性之外，当美联储加息的同时， Nasdaq 以及 Bursa Technology Index 的指数都会应声下滑，但两者都维持了平均12天的跌势后，就会出现短期的反弹。此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出 Nasdaq 在美联储宣布加息前就已经开始出现跌势，因为市场已经预计美联储在来临的 FOMC 很大概率会有加息的动作，所以在加息之前就提早反映了跌势。
那由于市场已经在 FOMC 会议前开始消化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政策，所以当美联储宣布加息后 Nasdaq 就在短时间内呈现了反弹。但是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比起2018年，如今美联储的宣布更是反反复复，感觉像是雾里看花。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的利空因素，也就是美联储加息政策的不确定性。那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联储就表示明年可能升息3次，这也是2021年12月底以来市场广泛认为的次数。但是随着美联储的表态越来越鹰派，市场上也就开始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次数充斥着不一致的看法。其中多家著名的投行家对于美国加息政策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像是 TD Securities 只预计有4次的加息，但是 Goldman Sachs 以及 Deutsche Bank 都预计有5次，而 Bank of America 甚至预计高达7次的加息。而美国首席经济学家 Anna Wong 也表示，根据他们的分析工具来预测，在2022年内美联储会加息5次，而美联储甚至在1月 FOMC 会议后表示，当局也不排除在2022年内接下来的 FOMC 会议都加息，也意味着美联储在今年的加息次数可以高达7次，因为今年将会有7次的 FOMC 会议，所以这样反反复复的猜测，一下3次，一下又7次，就更加的加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市场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所以这很有可能导致投资者的策略更谨慎，甚至因此暂时不敢入场，直到美联储表明了更明确的加息政策。那题外话，根据 Investing.com 的分析工具的结果显示，在接下来的3月份 FOMC 会议不但会有100% 的几率会加息到 0.25 至 0.5%， 甚至也显示有了 31.8% 的几率将会加息到 0.5 至 0.75%， 而且这个几率在上周仅有 18.2%， 而这也显示了市场的不乐观心态。那之后第二项利空就是世界各国也都纷纷在最近宣布了各自的加息政策，包括波兰、阿根廷、英国等等的国家，甚至欧洲央行也表态放出将会在3月期间加息的信号，所以我们也预期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内，陆陆续续将会一起加入加息的行列。目前美联储的加息已经弄得金融市场乌云笼罩，而其他国家的加息潮相信也只会加剧目前的波动。那虽然说目前利空是非常的不好，但是这也不是说完全就只是利空，而其中的一个利好因素就是在最近的几个礼拜，美国许多科技上市公司的业绩都纷纷出炉，而其中多家科技巨头像是 Apple、Microsoft、Alphabet、AMD 等等的最新业绩都斩获不俗的营收表现，甚至打破市场的预期，因此这几家公司的股票都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导致 Nasdaq 在最近的一个礼拜内上涨了大约 5.5%。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利好并不坚固，因为一旦其他科技公司的营收表现差强人意，就会拖累 Nasdaq 指数。像是上个星期 Facebook 也就是 Meta 因为季度报告里的营收表现不符合市场的预期，而导致股价在当天下滑了超过 20%。 那进入总结之前，其实前2个星期小编也在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分享了关于美国升息对于科技股影响的更仔细报告，并且分享了几家可以关注的科技公司，而他们也如我们预期中做出了短期的技术性反弹。那如果有兴趣要了解扭转乾坤看透股市交易群的朋友们，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link 到我们的官网了解更多哦。那回到总结，综合了我们上述的所有分析以及论点，如今短期内预测 Nasdaq 以及 Bursa Technology Index 的跌势，目前看来基本上已经算是 price in 了升息的消息。如果没有突发状况或黑天鹅事件发生的话，短期内的技术性反弹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政策捉摸不定，而且这一次的加息政策是否有效解决美国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也还是个未知数，加上 Omicron 依旧在全球肆虐，以及俄乌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导致整个金融市场都充斥着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 Nasdaq 以及 Bursa Technology Index 长期趋势依然是笼罩在迷雾之中。那以目前的你们觉得未来美联储还会加息多少次呢？而加息会不会再次提前呢？可以到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